1.2亿新元，换来一个相当于22个奥运泳池的登嘉储水池。在祖屋和工业区都要抢地的新加坡，政府为什么硬挤出这么大块地存水？如果只当成普通基建，那就看浅了。在本地，水从来不只是打开水龙头那么简单，它牵涉国家安全与经济韧性。登嘉储水池再次提醒我们，新加坡至今仍在为一件最基础的事做长期准备，确保关键时刻水绝对不能断。今天我们把这件事拆开看，要理解为什么新加坡这么执着于水，先得回到历史。新加坡天然条件并不占优，没有大型天然淡水湖，也没有可大量开采的地下水。独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本地供水都高度依赖从柔佛输入的原水。这里最关键的背景是1962年的新马水供协议。按照现行安排，其中一项长期协议会持续到2061年，也就是说，至少在过去几十年里，水这件事一直带有很强的地缘政治属性。只要双边关系出现摩擦，水资源就很容易被重新拿出来讨论。对普通民众来说，这可能只是新闻标题，但对政府而言，这是不能掉以轻心的结构性风险。所以新加坡后来逐步形成了大家熟悉的4大水喉：本地集水、进口水、新生水，也就是 New Water， 以及海水淡化。核心考量很清楚，不能把供水依赖压在单一来源上，必须分散风险。这里面，登嘉储水池属于本地集水体系的一部分，它的作用不是单靠一个项目就改变全国供水格局，而是在每一块还能利用的土地上，把雨水收集和调配能力再往前推一点。公用事业局这些年一直在做的，就是把越来越多城市空间纳入集水系统。新加坡目前大约2/3的土地已可作为集水区，这在高密度城市里并不容易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典型的新加坡式治理，没有资源就把系统做得更密，没有空间就把空间用到极致。因为在本地，每多留住一滴雨水，背后都不只是环保考量，而是少一分受制于人的风险。如果说储水池是在向天要水，那 New Water 就是在向技术要水，而且这部分更能看出新加坡的治理风格。很多人第一次听到新生水，反应都差不多，技术上理解，但心理上还是有些抵触。这个反应很正常，因为他碰到的不是工程难题，而是认知门槛。先说事实， New Water 不是简单把废水处理一下就直接送到家里，它走的是多重净化流程，一般包括微滤或超滤、逆渗透，再加上紫外线消毒。处理后的水纯度非常高，长期以来主要供应给对水质要求极高的工业用户，比如半导体和电子制造行业。官方长期给出的口径是 New Water 目前可满足全国大约 40% 的总用水需求，在干旱时期，这个比例还可能发挥更大的缓冲作用。这里有个关键点，新加坡推动 NE Water 成功，不只是因为膜技术成熟，更因为它处理得很谨慎，不是一开始就向公众强推，而是先把它放到最讲证据的场景里，比如工业、晶圆厂对水质要求极高，能被这些行业接受，本身就是一种很强的背书，然后再配合长期科普。很多在新加坡长大的人，上学时就接触过 NE Water 相关教育，也参观过新生水展览中心。政府做的不是一次性宣传，而是把这件事变成一代人的常识。对比一些海外案例就更明显，部分地区在推动再生水时，公众争议一直很大，政策推进就容易停滞。新加坡的处理方式是把技术透明、用途分层、公众教育这3件事同时做，先证明安全，再降低心理阻力，最后让社会慢慢习惯。只要一项技术被验证安全、稳定、可规模化，它最终就会被纳入国家系统。今天很多人已经不会特别纠结它的来源，更多只在意它够不够稳定安全，能不能让城市继续运转。这种从抗拒到接受的变化，是政府、产业和公众一起被现实推着走出来的。较早来新加坡的人，应该会更明显感受到这种心态变化。接下来看更现实的一层，水不只是让居民有得用，它还直接决定新加坡能不能继续保住高附加值产业。今年的新加坡国际水资源周上，政府宣布会投入接近1亿新元，
用于下一代水解决方案研发。很多人看到这种新闻，第一反应是一笔普通的科研拨款，但如果把它放进新加坡的产业结构里看，意义就完全不同了。因为新加坡现在重点发展的几类产业，恰好都很依赖稳定供水。最典型的是半导体，晶圆制造和清洗需要大量超纯水，水质波动不行，供应中断更不行。另一个是数据中心，很多人只看到它耗电，其实冷却系统同样和水资源管理密切相关。再往下看，生物医药、精密制造也都离不开高标准工业用水。也就是说，水系统如果跟不上，影响的不只是民生舒适度，而是跨国企业会不会继续把项目放在新加坡。企业选址不只看税率，也看基础设施能不能稳定运行20-30年，水就是其中最基础的一项。新加坡这次继续投钱做研发，重点是要解决几个具体问题，比如怎样降低工业回用水的处理成本，怎样提高回收率，怎样让高耗水行业在不影响产能的前提下用更少的新鲜水，怎样把海水淡化做得更节能。这些问题一旦解决，带来的是整条产业链的竞争力提升。对普通上班族和企业主来说，这跟自己并不遥远，因为高科技产业能不能留在这里，决定的是就业岗位、薪资、配套服务，甚至商业地产的需求。水政策看起来很远，最后都会传导到个人的实际收入。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向，新加坡现在不只是想解决自己的水问题，也想把水技术做成可输出的能力。过去是担心水工受制于人，现在是希望把模技术、系统管理、循环用水方案变成自己的专业优势。这种转变很符合新加坡一贯的路径，先把生存问题解决，再把解决问题的能力产业化。登嘉储水池也好， New Water 也好，再到这笔近1亿新元研发拨款，背后其实是同一条线。资源短缺不是阻碍，反而会逼着国家把系统做得更精、更早、更有商业价值。把整件事放在一起看，登嘉储水池不是孤立工程， New Water 也不是单一技术，近1亿新元研发拨款更不是普通的预算新闻。它们连起来，其实就是新加坡很典型的一种做法，在问题还没真正变成危机之前，先把成本付掉。这个做法当然不便宜，也不一定每次都能立刻看到成效，因为你现在看到的是投入，看不到的才是他想避免的代价，比如供应中断、产业外流，或者在关键时刻受制于人。对我们本地居民来说，理解这类政策有个现实意义，看懂国家在提前补哪块短板，很多关于工作、行业和资产配置的判断才会更稳。水资源只是其中一个窗口。如果你也关心新加坡的民生政策、产业变化和热点事件背后的考量，欢迎订阅。也想听听你的看法，像这种高成本、长周期的基础建设，你觉得公众最该关注的是价格，还是长期的安全感？欢迎在留言区聊聊。